反正冲个 Herman Miller Aeron， 本影片目标希望有助于想要购买 Aeron 椅子的人，在过去大概2个多礼拜的时间翻遍了所有的网络论坛以及国内外 YouTube 开箱影片，最后我得出的3个想要直接封顶的椅子，分别是 Herman Miller Aeron、Steelcase Leap 跟冈村的 Contest 2。我是选择了 Herman Miller 的 Aeron， 在针对 Herman Miller Aeron 进行网络爬文嘛。后来又发现 Herman Miller Aeron Chair 椅子的网络讯息也是十分偏少，对于想要购买 Aeron 椅子的人来说，有些疑问呢始终是毫无解答，有些说法是众说纷纭。像是好像都不怎么有负面经验，爬文几乎都一致好评，就让我觉得很奇怪。还有网络商品文宣上说的8字椅面，看起来似乎很厉害，什么压力平均的，但是网络开箱好像也没多少人提到。另外就是最有争议性的就是台湾代理商出保的保固机制，什么12年出保之后变成3年，这也是让人非常在意的点，也是当初在选择是否购买时最大的迟疑的点。另外还有所谓的什么中制美制是怎么回事？那台湾的代理商提供的又是什么呢？所以这部影片里，我将我所有疑问点以及得到的解答，还有椅子所有的相关资讯整理成一部影片，在这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如果有网友有其他疑问，或是有关于椅子的相关资讯，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或是你有想要补充的，或是对椅子的疑问，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如果我可以回答，我会尽力回答，感谢。接着以下问与答片段是抢在双11之前提供资讯给网友，所以采用分段拍摄的形式进行，画面与声音上可能略有一些差异，或是很大的差异，还请谅解。那在这段期间，我所累积的椅子使用经验，也会酌情补充在各个问与答片段之间，供大家更详尽的参考。其中第一个最大的痛点是我想也想不到的，是买来以后才发现有的情况，坐久脚麻。第一个关注的点，脚麻是怎么回事？但是只有在前倾模式下才会出现的问题。我现在试着变回正常模式之后，目前脚麻情况就没有再出现。我的脚麻情况目前只出现在前倾模式，但是只有出现在右大腿上。那可能是因为我的前倾的时候，我的重心是在右边大腿上，所以才会这样。可能也是一直提醒你，你的重心是偏右边，你没有坐正，所以你要坐正才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不是提醒你，你坐太久了，应该起来动一动。网络上有些人说是因为塑胶框造成脚麻情况不太精确，实际上比较精确的说法是椅面纤维往下弯曲的时候的那个最高点跟大腿接触的那一块，那边也拉得比较崩，那边的前倾的时候去压迫到大腿，所以才是导致大腿发麻。解决方法也不是没有很多，像是抬脚。下面垫可以溃咖的东西，垫脚的东西。第二个就是选择不使用前倾模式，或是交错使用，这样可以稍微缓解一下脚麻情况。或是站起来动一动，喝水，代表可能真坐得太久了。第4个方法，换一把椅子。以下说明塑胶感的时候是没有贬义，是强调 Aeron 椅子有60%是由海洋塑料废弃物所制成，以及它是一个外表十分低调的椅子。你单从外观以及材质用料上来看，不明说应该不会知道它的价值，可能就是觉得是一张普通的办公椅。先讲重点 ，Aeron 的塑胶感真的很重，所以如果想要有花大钱买高级椅子的，还是选择日本冈村的。Steelcase 的看起来也是塑胶感蛮重的。Aeron Chair 简单说就是一半金属一半塑胶，金属的部分分别有扶手承托结构，然后椅面承托结构跟主要调整机构。塑胶的部分主要是有椅背框、椅面框，然后椅脚、轮子，就是这些。网布呢，我个人觉得也蛮像塑胶。然后这边值得说一下，为什么塑胶反应这么严重？是因为它的塑胶跟金属的颜色，石墨管最基本，它又是相近色，所以整个从远处看起来，整个都是塑胶做成的。椅子网面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比想象中会比较柔一点，但是它实际摸起来很像塑胶保特瓶去织成的线。比较类似的材质就是人家在抓水瓶用的那种塑胶尼龙线，白色的，拿来抓水瓶用的那种触感，真的很像是塑胶尼龙线去编织成的椅面。基本上你只要把手放在尼龙线上面，你所得到的触感就会近似于摸 Aeron 椅面的那种触感，会十分相似。扶手的材质是人工合成皮，也是满满的塑胶感，然后里面的泡棉还算是硬，蛮有支撑性，难怪就是整体看起来会塑胶味这么严重。标榜68%可以进行再回收再制这个特点，所以没办法了。8字椅面在文学上好像很厉害，但实际上又是怎么一回事呢？8字椅面怎么回事？以为会是分成前中后有不同的编织方式，编织材质的疏密度不同，所以导致它的压力分布不同。但实际上是这个座椅的椅框配上纤维线的弹性，造就了这个椅面在屁股坐下去之后，密度压力会有不同。这个压力呢是被设计的。Aeron 椅面与一般碗面椅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整个底下是悬空的，快到触底的时候有一个支撑结构进行支撑。当坐下去的时候会整个下沉下去，但是一般网椅顶多停留在表层。舒适度而言呢是舒适的，可以专心办公，但不是说是那种一躺下你整个就松了软了那种，会让你马上变成废人的那种感觉，并不是那种超爽的那种极致感受。这是一张办公家具，透气度赞，而且坐久比沙发舒服，再给个赞。如果座椅导致身体温度上升而造成工作不专注，这可能吗？关于椅背的接触面积，如果坐挺的话，大概是往上3指幅，2到3指。如果整个躺下去的话，可以到大概肩膀以下，胳肢窝这边，可以到这里，这样子躺也是没问题的吧。
那关于散热，有查到就是传统的海绵织物，您在做大概30分钟以上，您的皮肤温度将会上升约7度。另外就是透气，因为它整个底下是中空的，所以散热也很好。空气呢会在纤维网与椅面下方的空间进行流动，进行冷热交换。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人体的瓦斯的浓度也会双倍上升。所以如果在众多的办公场合，可能要考虑一下慎选。然后根据查到资料 ，Aeron 的椅面做久也是会有塌陷的情况。塌陷后，可能也有些人会喜欢这种比较没有那么挺的感觉，反而塌陷一点会比较好做一点的感觉。为什么 Aeron 没有椅面调整的原因？像 Steelcase 的 Liv 跟冈村的 Contest 2，他们2张椅子呢都有所谓的座椅垫的前后调整，但是 Aeron Chair 没有这个功能。主要是因为 Aeron Chair 分成 A、B、C 3个 size， 不同的 size 对应不同人的体型，3个 size 的椅面大小、椅背大小跟宽度都略有差异，再加上椅子有部分可调整的功能，以这样子的方式去适应所有体型的使用者。其他2张顶规的椅子呢，比较像是在一张椅子里面去适应所有的人。而且我发现 Aeron Chair 就因为没有所谓的椅面调整功能，它就有一个独特特点，它的椅面呢会贴合着使用者进行前后的移动，不像其他椅子固定在那边。Aeron 的椅面可以向前向后移动，做些感觉就是会比较贴合实在这样子。接着就是在我购买前最大的疑虑就是出保后保固变3年，那它不是标榜12年保固吗？这是它最大卖点，它怎么出保变3年？这不是自己打脸吗？也是要请您亲自向购买来源确认清楚相关保护资讯。这边呢所提供的是我自己向世代家具所提出的疑问以及对方所回复的资讯。现在这是我所得到的资讯。Aeron 的代理商 Herman Miller 的台湾代理商一共有2间，一间是世代家具，它是在去年2022年的时候才加入了 Herman Miller 的台湾代理商。第2间呢就是雅浩家具，那它已经存在了许久，正反2瓶都有。像世代家具购 Aeron Chair 购买之前，当然我有先询问过关于保固这方面问题。以下呢就是我所问的内容：请问贵公司是否提供备用椅？以下是世代家具给我的回复：世代家具暂无提供备用椅，维修等待时间大概是多久？维修的零件皆由原厂出货，所以从原厂制成到航运期间大概1至2个月。如果维修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啊，比方说运费或是人工费用之类的。产品的出保方式呢，都是由世代家具送回原厂进行检验。那一旦通过了，就会借由原厂送件来台湾，再由世代家具派出车辆进行到府维修，并且维修完成后再送回府上，不需要另外支付额外费用。请问世代家具是 Herman Miller 的总代理商呢，还是一般的官方代理？因为在贵公司网站的影片上呢，在广告的最后是写总代理商，总代理是指只有1家代理商，但是如果是一般代理，只会有2家以上，没有明确的回复，但是大概可以了解他的意思了。Herman Miller 英文网站上查询得到关于世代家具跟雅浩的代理资讯。Herman Miller Aeron 的保固呢是12年，那是不是在换的某一个部件之后，那个部件的保固期限就会变成3年呢？另外，椅背跟椅垫的坐垫，它的织物呢，是不是也是一样？出保之后保固也会变呢？保固方面 ，Herman Miller 人体工学椅系列都是12年的保固，不会因为出保或是零件维修而造成权益的改变。保固期限与权益并不会因为零部件的维修更换而缩短。Aeron 椅的8Z 纤维网一样是支持12年保固的，如果是人为损坏，还是要依照官方原厂报价来进行费用的收取。所以重点，请留意相关保固只适用于非人为因素的损害。商品如经原厂判定，经原厂判定是使用不当或人为造成的损害，是不适用于保固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世代家具会再另外进行维修报价，再由买方确认是否要进行维修。有12年保固也不能大运，因为有时候不一定能出保哦。选公司或评书货怎么选？选择之前，先来了解有哪些潜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气压棒可能无法升起；第二，扶手可能锁不紧，在下压的时候，它这里会直接往下垂；第三，网面久了可能会松弛塌陷；第四，扶手破皮。不过这个如果自然使用的情况下，应该要非常久的时间才有可能出现。第五，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少，就是在爬文的时候发现面可能有轻微的歪斜，这部分呢，我想原厂大概会判定是轻微瑕疵，可能就不会出保。所以如果有发现这个情况，要在7天的鉴赏期之内进行退货，不然你可能就要自己吞了。那如果有网友有遇到什么其他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感谢。然后我们会再回来看原厂还是评书货，主要差就差在保固的方面。原厂保固是保固12年，当然12年保固也是最贵的，它保的有椅面、部件、网面全部12年，但是只保原厂判定为非人为损坏跟自然使用的情况下，还不愿意出保。所以呢，这是一翻两瞪眼，只要原厂判定为是人为损害，客官们你们还是要自己出钱啊。代理商会说这是原厂说的，所以这是您的报价单，谢谢。评书货呢，其实差不多，只是它的保固期限会比较短。那大概可以分为3类。评书第一类是1年保固，但是你可以加钱变成3年的机构保固，12年的网面保固。另外它也有附送头枕跟升级 DC1 静音轮。评书2机构跟网面都是3年保固，评书3只保1年，送头枕静音轮。评书货跟公司货都有个共同点，就是有条件的出保，因为人家不是出来做慈善事业的，只要判定为非人为损害，您还是要付钱进行营役做维
维修啊。2、维修料件一样要的，除非厂商愿意拆新的椅子帮你维修，不然一样要等待1到2个月。第3点，代理商或是评述商不做的时候，那你真的是求助无门了。但是未来谁知道呢？一切都是评估一下，到底要选公司货还是评书货呢？那公司货不用评估啊，因为就是最贵的。那评书货有什么好评估的？就我而言，评估下就是评书且过保的情况下，如果修一次等于无条件免死一次，它一个零部件的料件大概是3到4千元，然后加上运费我抓1000元，然后再付的维修工钱，这部分呢就看厂商怎么收，这些加一加大概快要逼近原厂代理的价钱。那我再修第2次的话，就会超过原厂代理的钱。缺点就是你很赌人品啊，如果你坏2次以上，然后又自然使用非人为损坏的话，岂不是买12年保固会比较好一点吗？但未来是没有人知道啊。那选择评书或自行叫料维修的可行性，第一，如果不熟悉进口业务的话，可能要花费一段时间跟精力去研究，当然也有可能会付出一些额外的学费。第二是，如果个体户单一进口一个零部件的话，实在很不划算，除非你平常有在国外买东西跟着一起进口的话，不然不会省太多钱。第三，如果自行维修需要一些技术跟一些工具，但也有可能你会自己修坏，而且自行维修你还要自己去了解一下要怎么进行椅子的拆装。总而言之，有自行加料维修能力的选择皮书货的风险会比较小一点。当然，进口管道还有某宝。中字美字怎么选？其实没有得选啊，因为要美字要买评书货，因为原厂代理，除非特殊情况，否则没有美字。详情请看一下。关于 Aeron 与中字美字的疑问 ，Aeron 核心零部件都是由美国生产的，原厂目前组装已分发至全球进行代工。世代家具呢是属于亚太地区，所以是由大陆东莞厂进行代组装。原厂目前组装是以分至全球5大厂进行组装。有没有美字的？美字 Aeron 目前世代家具还有剩下矿石白 C 尺寸，那是因为情况特殊，在亚太地区缺乏组装元件，所以世代家具另外从美国进口一批美制 Aeron 家具，除非情况特殊呢，否则不会再进口美制 Aeron。因为 Aeron Chair 可能有网面塌陷或是座椅歪斜的可能吗？再就回复，网面长时间承载人体重量，长时间使用会导致弹性疲乏，这都是属于正常的使用范围。如果保护期间内且正常使用下，网面有出现明显的塌陷松弛情形，这部分可以直接进行保固的申请。此情形下，原厂大多判断是非人为因素造成的，会提供新的椅座进行更换。但是如果外观并无塌陷或明显的松弛情形，这部分大概率原厂无法进行出保。以下在说明栏上附上世代家具的联络方式跟地址。另外，在网络爬我看到所谓的 1.0、2.0 Aeron， 1.0就是1代，2代，国外就是它叫 New Aeron 或是 Aeron Remaster。1代最早是在1992年问世的，2代呢是在2016年。2代呢是根据1代的用户的使用体验反馈来进行改良。这边有找到就是有在专门卖1代椅子的厂商，他就提供一个很好的网页来看一下有哪些实际差异。1、2代椅子大概就是长这样，最容易分辨就是直接看网部，网部呢有进行改良，然后接着扶手的这个关节也有进行加强，因为1代的椅子呢用户使用久了之后，这个关节部分容易下垂，所以呢在关节部分进行加强，让它比较不容易下垂。椅面呢就是前缘，椅面前缘这边弧度有稍微做修正，这边椅面前缘的这一块旧版是有加海绵的，新版呢就是没有，这边是空的。椅子的调整机构的位置有稍微做改良，这个上下的椅子调整，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接着阻尼后仰的阻尼。后仰的阻尼也有经过调整。你有看国外 YouTube 影片，后仰阻尼1代好像转100圈吧，它这边大概只要转30圈，就是1:3，就看个人。因为应该说调整期，也就是使用前期，大概调到舒适定位之后就不太会进行调整，所以这就看个人。椅背支撑这边也有进行改良。不过看这个形状，如果买1代然后买2代的支撑，应该也是可行的啦。不过这个我没有仔细研究，如果要进行这种操作的话，仔细去查看一下规格符不符合。看它网页上就有椅面的特写、调整盒嘛、调整钮，它也就是阻尼那块背部支撑。那1、2代比较现实的差异就是价钱。如果你要比的是2代的评书货，因为它1代也是3年保，所以你要拿2代的也是3年保的品项来进行比较。2代的评书上才有，所以要比的对象不是所谓12年保的公司，或者是3年保的评书。1代这边二手专卖，但是新品还是整新品，这边值得留意一下。售价呢，看功能是基础还是全功能，大概是17000到23000之间。售后保护如何处理，就要再请教商家是怎么个处理方式。整个可调整性呢差不多，只是调整起来的体验会有一段差距。很好调整跟有点辛苦的调整，这样椅面的坐感是真不敢讲，因为看起来就差蛮多了，一个比较疏，一个比较密。如果有兴趣深入看网页的网友们，我会将网址留在简介下方。Aeron可以做奇怪的坐姿吗？是可以，但是做不久，而且不确定原厂是否认定这种坐姿造成的椅面塌陷是否在保护范围之内。它的正常使用呢，应该就是所谓的正坐标准坐姿。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就是跳脚、盘腿，就是这样子。
可能有机会不会出保，能不能矫正驼背，这是人体工学椅，但不是人体工学矫正椅，所以没有那种功能，只是相对其他椅子可以比较好持续维持正确的坐姿，因为它整张椅子是人体工学椅嘛，把正确的坐姿的姿势的曲线整个设计到椅子的形状里面去了。至于坐上去能否维持正确坐姿，主要还是得靠个人意识去维持到直到养成习惯之后，你就可以在下意识的维持抬头挺胸的正确坐姿，就不会驼背，大概是这样的原理吧。用久了有一种错觉，就是它比较容易抓到正确姿势的那种感觉，因为你这样子坐久了会习惯，然后会产生一种正确坐姿的感觉。那这种感觉会帮助你在平常没有椅子的时候比较好抓到所谓的正确姿势，也就是抬头挺胸的这种感觉，变相是驼背矫正，但实际上是因为你在椅子上坐久，那你养成了对这个姿势的一种熟悉感，那这种熟悉感会帮助你比较容易回到所谓抬头挺胸的姿势，进而有所谓的驼背矫正功能嘛。但实际上是没有，还是要你自己去适应，找到那个感觉之后，自己有意识的去维持，这样才会有效。恭喜你，如果以上这些问题你大概都可以接受，然后又很喜欢这把椅子的话，以下呢就提供相关购买资讯的解说。在网络上商城购买跟直接在贵公司购买，在价格上是否有优惠？如果直接跟贵公司购买，那付款方式为何？热爱家具的双11优惠与网络商城相同，付款方式只提供现金或汇款或实体门市刷卡。以上是购买 Aeron 椅子我所了解与体验到的，以及一些心得感想，希望或多或少能带来一点帮助。觉得有帮助呢，欢迎按赞、订阅、分享；觉得不喜欢呢，请按订阅再从头看一次。我冲了感想还不错，有符合预期，就是腿毛出乎意料一点，但还在可接受范围。出了腿毛，然后我可以工作更久了，耶耶！OK， 收工。耶。